你看过自己生命的说明书吗？你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如何运转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遭遇的所有人生困境，都是你胡乱操作自己的热生命所造成的？如果你读懂了自己的生命说明书，活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你一定可以解决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我把它称之为身心灵使用说明书。毫不夸张地说，它可以解决你现在面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如果你正面临着人生困境和麻烦，很迷茫，想上岸，这个影片你一定要看完。假如我们之间的缘分到了，你一定会立刻警醒顿悟，获得一股重生的力量和智慧。我向你承诺，这条免费的影片带给你的价值可能远胜很多商业成功学大师几千几万的课程。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我认为无论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烦恼、痛苦、焦虑和困境，100%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身心灵是怎么运作的，对于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它们一无所知，毫无经验。如果你很懂，很有经验，也就绝无可能会有这些问题了。请你姑且先相信我上面这个结论，因为你相信这个结论，你就会收获满满。如果你啥都不信，喜欢质疑的话，除了过过嘴瘾，造造口业，你将一无所获。这一定不是你想要的。所谓的身、心、灵，分别是指身体、大脑和灵魂。你不要以为这3个词很简单，只要你听完我的分享，我敢保证你一定会感叹之前没有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关于这3个东西，佛家讲的是最通透的。身是什么？就是人身体的眼耳鼻舌肤，它们的功能就是对外界的色、声、香、味、触等污染物进行接收、取像，相当于摄像头的取景器，也就是佛家说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那心是什么？就是人大脑的外层理性脑里面储存着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包括人的第60意识、第70莫那识、第80阿赖耶识这3识。第60意识负责每天对外界6尘进行分析判断，得出好坏、得失、利弊、输赢的结论。第70莫内识负责每天让你产生反应，采取行动，动起来，指挥你向外执着，满足欲望。而第80阿赖耶识负责记录保存你的业力种子，形成你的业力系统，操控着你，感召和投射你的现实世界。那么灵是什么？就是人大脑内层原始脑有一个器官叫松果体。松果体是人类的灵魂之作，是用来觉醒开悟，用来链接宇宙母体高维智慧的接收器。它也是第90阿摩罗识的所在地。松果体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器官，你把松果体激活，你的第90阿摩罗识就会启动工作，那么你就大彻大悟，无所不能，如有神助，
成佛入圣了。这就是身心灵的真正含义，是不是比你理解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身心灵三者之间是怎么运作的呢？为什么有的人活得很苦逼，越活越下坠呢？在哪里运转出了问题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就明白人该怎么个活法才是正确的。请问你的人生还要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吗？咱们从头捋一下，我们每个人刚出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婴儿，大脑一片空白，没有一丝恶业习气，非常纯净，对不对？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多次让人们回归婴儿状态，他认为婴儿状态一无所念，无欲无求，无我无为，最符合道，最幸福，最快乐，最接近神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人的身体开始迅猛发育，刚开始是在父母的教导下，后来是在学校、老师、同学、朋友、资本和社会价值观的集体影响下，眼耳鼻舌身五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全部被打开，全部被激活。前五识不停地被外界的色相刺激和引诱，第六识意识不停地分析判断，慢慢的就起了很强的分别心，而你的第七识末内识指挥你不停地动起来，买买买，要要要，做做做，向外抓取，慢慢的就起了很强的执着心、攀缘心、妄想心。这些妄心妄念早早晚晚都会形成你的思维习惯，但是由于大千世界是无常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是常态，是规律，众生都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爱别离，五阴炽盛，那么就会导致你形成习惯的分别心、执着心、妄想心、攀缘心，会经常被伤到，会经常得不到满足，所以你早早晚晚一定会生出贪嗔痴慢疑的五毒，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这五毒和七情就是人烦恼、焦虑、痛苦、恐惧的来源，而且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你结交的人做的事儿会越来越多，你所有的念头、语言、行动都会被当成每天的作业储存在你的第八识阿赖耶识，作业积累的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种力量叫业力，最后你的业力系统会彻底掌管你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指挥着你，推动着你在一条看不到未来的无明黑暗的道路上苦苦挣扎，你根本无能为力，逃脱不了。你在这条道路上，五毒和七情等负能量会越生越多，越积越厚，到了一定的因缘和合的条件下，一定会积攒出一个大大的灾祸，可能是一场很难治愈的大病重病，也可能是一笔无法承受的巨额金钱损失，也可能是失去挚爱之人，也可能是刑事案件、牢狱之灾。在极端情况下，厄运会连着发生，有一些生命力弱的人，
如果经受不住打击，可能就 game over 了。而大部分的人在这条黑暗的道路上尝到过苦头，有一些机锋已经显露，提醒了他也想找一条更好的道路。内心里面被一股神性意识和光明呼唤着，牵引着。外在表现的状态就是很拧巴，很纠结，但是这股声音和光芒太微弱了，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岸了，只好心灰意冷，选择躺平估，独痛苦的终老。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因为他的思维习惯，业力系统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太强大了，根本对抗不了，无能为力了。二是因为他找不到造成这一切痛苦的终极原因和摆脱困境的高维智慧，不知道该怎么上岸。这就是身心灵运作的方式。我不敢说100%，但是90%的人都在被6根、8识、8苦、12因缘、5毒、7情、业力一起编织的这张大网里，不同程度，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承受着痛苦、焦虑和恐惧。我想应该会有千万个人在黑暗里挣扎吧，他们可能都是为生活打拼的平凡人。人生短短几十年，生命旅程如此短暂，应该如此悲苦吗？我发自内心的恳求你选择另一条光明的道路，那就是熟练掌握我上面讲的这套身心灵使用说明书，彻底理解身心灵是怎么运作的。通过内观、冥想、数息、布施、断舍离这些法门的长期刻意练习，收摄好身口意，停止造作更多的5毒7情，斩断就有业力系统对你的控制，打破12因缘的循环轮回，重新建设一套符合宇宙天道法则的内心世界和内在工程。如果你通过修炼能够控制住6根和8识的造作，让他们不再主导你，那么你的松果体就会激活了，你的第9识阿摩罗识开始启动运作，你的神性意识觉知会自动接管，掌控你的身体。这个时候你真正成了你命运的主人。你松果体里面第9识阿摩罗识本身就已经储存了宇宙母体的高维智慧和能量，并且还会不断地下载更多的智慧和能量加持你。你会活得很爽，很开心，很有力量，内心充满了光明、富足、宁静、笃定。你做什么事儿都如有神助，你再也不会被恐惧、焦虑、怨恨、匮乏、算计等幽灵驱动着去做事了。你再也不需要什么目标、计划和预期了，这些东西只会打扰神性的力量为你做出最好的安排，让你陷入庸人自扰、苦苦挣扎的地狱里。你只需要跟随着你的神性意识觉知不断的思考和内观，扫除内心有生以来积累的厚厚灰尘，擦亮心中的爱、良知、责任、使命、慈悲，心神合一的做事儿，就会有一股神秘的自然力，让你的生命毫不费力地发生各种奇迹。你做什么都快乐，
你做什么像什么，你做什么成什么，这就是你选择一条光明的中道。正道之后，你忠于自己的灵魂所带给你的惊天巨变。你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只是一个让你备受痛苦折磨的假我。小我，你得到的是一个喜悦、富足、丰盛，犹如神助的真我、本我。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能听懂吗？你愿意相信吗？你有决心去升级一个高级的灵魂吗？你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生命旅程了吗？你愿意让自己的生命更有品质吗？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写文案不容易，小小的请求，希望你能点赞并转发一下，让更多处于无明的人看到光，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那么，如何清除一个人的负能量？如何提升一个人的正能量？是什么在阻挡我们前行？如何发现自己的使命？如何让自己的身体、心灵、灵魂达到合一状态呢？宇宙间的一切都是处于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真正的快乐不需要流露在外，却足以滋养一个人内在的绽放。真正的快乐无需靠外在的刺激，也能源源不断地涌出。真正的快乐无需对口欲、金钱的依赖，也依然能够令人满足。快乐是最及时直接的收益，它是幸福的现金，而不是像别的东西那样只是兑换幸福的支票。若干年来，人们不断强调肉体上的健康和满足，而正是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外在的刺激和追求，导致了心灵的空虚和灵魂的禁锢。是时候强调身心灵的共同成长与平衡了。作为人，谁也不想自己罢工。那些身体上的病痛、心理上的困扰和精神上的痛苦，都是罢工的表现。绝大多数人都和那台机器一样，正在长年累月的超负荷运转。他们的身体、心智和灵魂，至少有一个不是正在罢工，就是在罢工的路上。然而，那些喜欢整洁干净的人，总是会给自己搞个人卫生，每天打扫房间。就算那些没时间的人，一年到头也总会给自己的家做个大扫除。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家，已经很久没有人关注和关心过它了。在那里，心灵布满了灰尘，灵魂被困其中，人们对其不闻不问，甚至忘了它的存在。每天像一个头脑被控制的鸵鸟，只知道一味地向前狂奔。马克·吐温曾说，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人们常常误以为身体或者头脑心智是最重要的，但其实存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宇宙间的一切都源于物质，构成这些物质的最小单位为粒子，因此一切物质都是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的。宇宙间的一切都是处于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
人作为宇宙间一个超级渺小的存在，自然也不例外。下图中巨大的橙黄色圆球象征太阳，下面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箭头所指的是地球，人类所居住的地方。然而这仅仅只是太阳系的部分呈现。地球是太阳系8大行星之一，也是太阳系中直径、质量和密度最大的类地行星。它有一个天然卫星月球，两者组成地月天体系统。地球作为一个行星，远在46亿年以前起源于原始太阳星云，而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雨点。银河系是太阳系所在的星系，包括1000到4000亿颗恒星和大量的星团、星云，还有各种类型的星际、气体和星际尘埃。宇宙中已发现大约2万亿个类似银河系的星系，而每个星系都由数千亿颗恒星组成。有人用微尘来形容人类，其实这种形容都已经极其夸大了人类的存在。宇宙间的能量一直以一种恒定的方式存在，所有的能量都在不断的转换。宇宙根本是无目的，运动便是一切，由一种物质转换为另一种物质，但此物质非平常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我们以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是实体的物理世界，但其实它一点也不物理，一点也不实体。事实上，它跟物理、实体相差甚远。每一个我们称为真实的东西，都是由不真实的东西组成的。因为宇宙生命物质是由能量构成的虚无，我们所谓眼见为实的一切，都只是幻觉。灵魂是宇宙生命能量在某一特定时空，以某一特定频率振动的一股能量，是宇宙生命能量中的一个微流。也就是说，灵魂这股能量暂时居于人类身体之中，并经由人类的身体和心智来共同塑造某一特定的经历和体验。这个宇宙的生命能量也被称之为灵。灵魂是当下宇宙能量以个别化的形式存在的一种表达，是经历和体验宇宙的形式。灵魂是哲学中所说的存在 being 的表达，它是存在被显化出来的形式。可以说，它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上帝或神。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宰自己命运的神，前提是必须去除我。每一个人自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死的途中。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人生，并不存在真正的死亡，它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和定义，是形容一个人的灵魂将他的身体和心智的能量质变，并转化为与一切万有合一的过程的经历与体验。这是从一种状态的结束到另一种状态开启的过程，就像花开花落一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我们不会形容花生花死，也不会为一朵花的凋零而感到感伤，只是我们被脑海中所灌输的
关于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于是产生了对死的害怕与恐惧。其实在我们睡着的时候，灵魂就会暂时与身体和心智分离，以便恢复和重新强化能量。即使灵魂在相对领域中与身体和心智在一起，但它仍然会与它们短暂的分离。同样在禅拍、深度冥想、禅定、入定的时候，灵魂也会暂时与身体和心智分离。当身体透过降低甚至停止感官以及思绪的时候，其振动频率就会改变，并让能量的转化达到质变。此时我就可以从一切万有中浮出，重回物质的实相，体验到我的存在。而身体和心智则是人们在相对领域中用来体验我的工具。我们和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花草，和宇宙间的万物并无不同，因为每一个存在中都可以追溯到相同的元素。这已经是被量子力学所证实的客观事实。人们看不见的微观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宇宙中的一切都不过是唯一存在物质的不同组合与不同密度。生命不是一个寻找和发现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自己。灵魂借助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来寻求体验和经验这个世界的宇宙这个庞大的脉络场，提供给生命一个能够得以实质的被表达和被经验的方式，随时随地重新创造自己。而这个创造并非都是我们所理解的好的。当我能够如自己所愿创造自己时，也就能如自己所愿创造自己的命运。我原本只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是虚无的，它是所有的一切，只有它的存在，没有别的东西，因此它无法被经验、被认识。那么我是谁？我现在选择成为谁，就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而且这是灵魂用生命的每个时刻做出决定的问题。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定义和创造我是谁。宇宙中的每个事物也都是这同一个脉络场里的局部微缩版本。每一个局部的微缩脉络场都需要经验和认识自己。这是一种纯粹的能量，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真实的存在着。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皆为幻觉，这是人类的集体幻觉。集体幻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需要一个得以创造和表达、经验和实现、决定和宣告我是谁的方式。灵魂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常住在一起的基础本质的能量源泉，它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言语中，更体现在行为上。就在某一天，我打扫房间的时候，突然悟到了这个道理。谁在打扫房间？我在打扫房间。既然我知道是我在打扫房间，那么这两个我绝不是同一个我。前者是意识本我，后者才是我们所理解的我，那个由思维所定义的我。同样，我意识到此刻我在写作，在输出我的想法。那么前者是意识本我，后者是我们所理解的我。
因此我亦是本我，无处不在，随处可见。我们头脑认为的我，无法把意识本我限制住，因为这个我和宇宙一样是没有边界的，除非用一种想象的方式创造一个关于本我的界限的概念，并接受这个界限。我就是无边无界的，我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随处可见。由于我随处可见，所以我不在任何一处。而如果我不在任何一处，那我又在哪里？答案是，就在此刻当下。人生的一切由每一个决定我是谁并加以体验的当下所组成。用心去做选择，让灵魂自由经验世界的人生，才叫人生。拥有这种丰富内在的人才是幸运的，也一定是幸福和快乐的。关于对与错的想法，就仅仅只是个想法，它是让我体会我是谁的思维想法和创造我是谁的实质内容。只有当我对我是谁不满意的时候，那些想法和言行才会改变。而走在灵性成长的路上，就是走在自由、快乐和永生的路上。身体与心智结合产生情绪，情绪是大脑逻辑思维的产物。身体与灵魂结合产生能量，这是让生命成长与进化的原动力。心智与灵魂结合产生潜意识，这是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的过程。一个生命体要自然、健康的流淌，必然是身体、心智和灵魂三合一的平衡与协调的健康发展。一个健康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而非情绪。一个健康的心智需要与身体和潜意识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个自由的灵魂需不断去探索潜意识，从而提升内在的能量。肉体是一个自然的，也是必然走向衰亡和沉腐的过程。一味地只关注肉体健康的人，实际上正处于死亡之中，而灵魂是自由和永恒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一个迟早会沉腐的肉体而放弃让灵魂自由的可能，如果灵魂无法获得自由，我们就必然会感到不快乐和痛苦。对于物质的这个身体，这个我要用今天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对待，做减法。对于精神、灵魂的那个我，要用我是永恒的态度来对待，做加法。这是让人感到源源不断的快乐和喜悦的源泉。快乐和喜悦是健康的基础，没有它们就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很难活得快乐，活得不快乐，我们便无法拥有健康的身体。每一个人的灵魂始终都知道所有他该知道的事，然而只是知道并不够，灵魂终究需要寻求体验。这不是我们脑海中曾经想象的那些迷信里鬼魂的话题，而是一个关于每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客观存在的课题。这个课题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完成。我们总说关注当下，什么是当下？你的呼吸在当下，每一吸一呼都是流动的，代表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而你能抓住的是现在的呼吸。过去、
现在、未来的结合，关注当下，活在当下。人的情绪会变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对未来无法预知的事情怀抱未知的恐惧，而当下又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成过去。所以很多人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通过禅拍让我们的身心灵的结合一层一层地剥开，最后看见你内心的那颗珍珠。这颗珍珠叫真我。你说你要大爱，但是也会和最亲的人争吵。你说你要活在当下，也会为了过去而烦恼。你说你听过很多道理，但终究没办法过好一生。一切的一切矛盾、纠结，甚至挣扎，都是你还没有看见你的内心那颗美丽无比的珍珠。最外层的身体层，我们的表意识，我们总觉得自己现在想做的就真的是自己想要去做的。你想好好读书，但是每次都会睡着。你想减肥，看见好吃的还是挪不动步。这些种种现象都是在告诉你，你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你到底想做什么。拨开这层，我们来到潜意识，这是驱使你想去做什么事情的原动力。我们说潜意识骗不了人，但是很多人喜欢自我催眠，喜欢接受一些容易接受的事情，但是真正被你淹没了的是你的最后那一层真我。禅拍让我们一层一层地把自己拨开，去看你的内心真正的一面。知道了，了解了，并且能做到了，你会获得一种由内而外的喜悦。禅拍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更好地去生活，去享受生命带来的酸甜苦辣。禅拍它也被称之为心灵按摩术。每个生命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好像每根树枝都有自己生长的方向。我们此生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的生长方向。如果找对了，我们的能量得以提升，灵魂会得到进化。这就是每个人身心灵合一的道路，也可以叫做天命之路。我无法告诉你哪一个才是你的天命之路，但是我可以分享找到天命之路的感受。没错，就是感受。感受和直觉是上天赋予你的无与伦比的能力，练习使用它们，你的人生会有非常巨大的改变和提升。找到天命之路的方法之一就是明确你的兴趣。真正的兴趣可以激发一种热爱的感觉，从事这项活动你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不求回报，丝毫不觉得疲惫。有人会说，我的兴趣就是吃喝玩乐，睡觉，打游戏，看剧。我想说的是，追求任何感官的刺激所产生的快乐都在耗神。真正的天命之路是借由兴趣进行创造，而不是消耗。你如果只追求吃喝玩乐的快乐而没有创造，那么这不能算作兴趣，这只是在遵循人的本能。本能不叫兴趣，从本能中创造才叫兴趣。3、低维都是方法论，高维都是意识场。
心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在意识科学坚定实践者看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外在有形的东西，而是内在无形的意识力量。精神开窍的人之所以能逆天改命，智慧超常，做起事来犹如神助，皆是因为他抓住了精神力量的窍点，掌握了心神合一的秘密，拥有了强大的心力。一个人精神开窍之后，元神归位，中道畅通，心神合一，就可以彻底远离精神内耗，高度专注，完全进入，充分运用整体意识进行全身心的自由创造，把自己内在精神能源发挥得酣畅淋漓。当你遵循开窍者的精神状态，进入合一的精神频道，安静下来，当下道场，红尘炼心，把心神合一变成一种自觉，变成一种习惯，变成潜意识，变成生命本身，顺天顺道，顺势顺流，一切就会自然发生。动机至善，无我利他，万物皆为你而来，万物皆可为你所用，连整个宇宙都会帮你，你的人生就会获得轻而易举的丰盛与富足，包括爱、健康与财富。以出世心做入世事，以入世事练出世心。人生真正的幸福，莫过于找到自己的天赋使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于人生而言，这个本就始终，就是一个人天然内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场灵魂的修炼。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有自己的精神使命，都是带着宇宙的任务而来。光明而纯粹的使命，是人生的定海神针，是一个人的生命中脉与意识中线，是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勇气、智慧与能量的源泉。他发自心而居于中，向上融入蓝天，向下深入大地，顶天立地，如同一条闪光的金线，贯穿一个人的身体，统帅一个人的灵魂。业力大于能力，愿力超越业力。有使命感的人头顶3尺有神明，身松气定，心静意静，至静至诚。对天道法则与意识规律有着深入骨髓的敬畏与感恩，他们无比珍惜自己的精神领地，自觉维护着精神领地的干净、纯粹与勃勃生机。他们高度专注，彻底忘我，超越了当下狭隘的自我，用内在的神性智慧重新定义自己，导航自己，把自己全部的精神力量都聚焦在天赋使命的实现上。心无旁骛，心神合一，心意相通，和谐共振，做事犹如神助，无往不利。当一个人身心归位，中立中正，唤醒了自己的天赋使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力量出口，确立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并自觉把自己的事业创造与人类集体进化的趋势相结合，宇宙间所有的力量都会自动来帮你。
道德经云：为道日损，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禅拍可以安静清理我们自己内在的负面情绪，竟是一切觉醒的开始。静是心神合一之法，大道至简。先贤圣者们通过他们的修道正道实践告诉我们，人生开悟之后就要学会做减法，不断地打破各种空中楼阁般的幻想妄想，不断去除贪嗔痴慢疑各种小我习性，让意识回归清净的自性。意识越纯粹，人生越有力量。当一个人不再试图攀附、占有、控制任何东西，精神空间变得越来越干净纯粹，意识处于虚灵宁静的灵明状态，他就会获得非凡的空性智慧。谦卑自牧，虚怀若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处于这种意识境界中，万物不为他所有，万物都为他所用。智慧与灵感自由流淌，它可以在与万物和谐共振中轻松创造。禅拍助您把心归零，禅拍助您懂得灵的威力，自觉精神断舍离，让自己在身心放松的状态中空心静心，完成意识的清理与净化。灵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像虚空蓝天一样包容一切，生长一切，保持着无限的可能。身心归零的状态是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没有占有，没有控制，没有牵挂，没有恐惧，只是去爱，只是去创造，只是去布施，惜缘随缘不攀缘，允许一切的自然发生，允许一切如其所是，以简驭繁，纯中见真。只有清澈纯粹的心灵，才能看透事物的本质，洞察世间的真相。真正强力有效的潜意识编程技术，都是以意识的彻底清理为前提条件的，而禅拍是最便捷的一个方法，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只有清理了内心深处的精神负荷与意识封印，才能重新编程，把经过意识精细加工活化的光明信息真正植入潜意识，改写人生的剧本，在不知不觉间改变自己的命运。禅拍把自己的身体与意念都交给虚空蓝天，让虚空蓝天融化通透自己。你是蓝天，蓝天是你，一切融为一体。通过禅拍震动高维度能量的频率，把内在负面情绪清理掉，助你身心灵合一。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身心灵合一。愿你开启真正自在的人生，做自己灵魂的摆渡人，不贪恋，不执着，不纠结，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
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